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澜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澜。今天我们去探访一座古塔和一座楼亭。大家见过古塔建在水中央的吗？在我身后的这座塔就是建于水中央，它叫凌云塔。今天呢，我们到了湖南省沅江市，来看一座古塔。这个塔叫凌云塔，建于清朝，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魁星楼，也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待会儿我们一起去看看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凌云塔的前面。要去看凌云塔的话呢，必须要坐那个游艇，也就是我现在摄像机的正前方那个游艇才能过去。要80块钱的门票一个人。过去参观的话只有15分钟，所以我就没有带安澜过去一起，因为时间太短了，不适合我去详细拍这个古塔里面的一些详细情况，包括旁边它一座院子的一些内景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航拍，待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古塔呢所处的位置呢在洞庭湖的中央。以前呀，元末诗人唐巩这里边写的一篇诗非常有意境，来描述这个洞庭湖的美景。他的诗句是这样说的：西风吹老洞庭波，一夜湘君白发多。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泉清梦压星河。就是描绘洞庭湖的美景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这个我所处的位置环境是非常优美的。现在目前还属于枯水期，所以水位不是很高。我的右侧呢是游艇，跟一些游客去洞庭湖里面去游玩。沅江呢处于洞庭湖的中央，这里面呢天然的芦苇荡是亚洲最大的，同时呢这里面呢也盛产这个野芹菜、野藜蒿，还有蝼笋，素有鱼米之乡和芦苇之乡的这样的一个美誉。这是沅江的一个介绍。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文人墨客到这里停留过，也在这里吟诗作赋过，像诸葛亮啊、李白呀、杜甫啊、王安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名人留宿在这里教学。沅江呢，这个是在南朝梁武帝普通3年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设立了县，叫沅江县。现在我们叫沅江市，它其实是属于县级市，不是属于地级市。大家如果有时间来参观这个凌云塔的话呢，也可以乘坐对面的这个游艇啊，可以去凌云塔上面去近距离参观，但是时间只有15分钟的样子。另外一座塔叫镇江塔，在湖的另外一侧，现在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开泉的话都要接近半个小时。现在是属于枯水期，泉也没办法过去，所以呢，这次呢我就没有带着安澜发80块钱一个人的门票去做泉，因为没办法就是满足这个拍摄的需求，所以我就只能远程跟大家讲解这个凌云塔或镇江塔的一个情况。关于凌云塔呢，它是始建于1793年，也就是清朝乾隆58年，竣工于1797年。因为我们不能够近距离观看，所以我们从网上查阅的这个凌云塔的资料显示，是塔基下呢打有生樟，然后呢填有煤炭，整个宝塔呢是用那个花岗岩来砌成的，石料用了16.7万块，耗费的白银呢有4710两。宝塔的正门呢有石牛一对，然后门楣上呢刻有凌云塔。因为我们没近距离看，航拍呢也不是特别的安全，因为有一些风，为了这个安全性，我们就没有在无人机上做太多的停留。这是关于凌云塔的一个介绍。文人墨客呢一首诗来做了一个简单的形容，就叫做水退舟增利，水涨浮增浮。
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凌云塔它的特别之处解释的非常引人注目。这个凌云塔其实在很多地方他们建塔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都是跟一些传说有关，比如说啊，他们要镇下这个水里的河妖啊，因为洞庭湖嘛，800里洞庭，800里洞庭，它湖里面有什么鲤鱼精啊、鲢鱼精啊，还有其他的这些妖魔水怪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把这个塔呢建在湖中央，以此来镇压这些水妖，保一方平安，让以前的渔民啊能够出湖打鱼，平平安安，满载而归，当地兴盛昌隆。这是关于这个凌云塔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。镇江塔呢，因为离凌云塔有接近20多公里的路程，所以我们没办法用无人机用肉眼看得见。周边我也问了一些邻居，就是包括在这边那个游玩的游客啊，还有附近的这些人呐，他们说镇江塔的话，如果现在在枯水期连船都没法开进去。镇江塔呢，跟这个凌云塔是在同一时期建造的，它的塔高呢是24米，也是建于清代。它是清乾隆47年，也就是公元1782年修的，但是它从来没有倒塌过，在湖里面200多年，一直就是屹立在这个湖中央，保一方山水、一方人的安全。再过2个月，等洞庭湖里面的水位上涨的时候，视频中出现的这栋房屋就会被完全淹没，而这座凌云塔也会淹没一半。好了，关于这个镇江塔、凌云塔，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到了要乘船购买船票的这个游客中心。安南，看到那个门牌上面写的什么字啊？叫安南阁，是不是跟你的名字？如果有兴趣来参观洞庭湖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保护湿地的话，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乘船去看那2座建在水里的2座宝塔，大家可以去里面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去看看里面都有哪些介绍。我们先进去看一下。这是安南阁里面的一个内景，这里面建了有这个迎客松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八角亭，两边一个小八角亭。这里写的是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。看一下安南阁志的一个详细介绍，你看上面写的洞庭一湖，一跨相二，吞吐长江。看看下面的落款是什么呀？下面写的是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局2004年立的。石碑后面的一个洞庭湖水系堤院线状示意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洞庭湖的花园，看这枝江啊、江陵啊、沙市，这样一直传下来，看看这是整体的一个洞庭湖区的一个示意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手边就是到长沙、宁乡，是吧？那边就是支水、桃江，是吧？大家有兴趣到洞庭湖来游玩的，可以到过来看一看。现在我的正前方呢，就是游客乘船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买船80块钱一个人，小孩子是半价，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参观洞庭湖1个半小时的航程。800里洞庭湖的美景就会尽收你的眼底。现在我的正前方呢是一座水牛，这个水牛弄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也是保这个地方的安全，因为沅江经常发大水，而且这个牛的下方呢有记载了这个当时最高水位的情况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吴声高层1996年沅江站最高水位是37.09米，这是2005年立的这么一个水牛，上面写的是镇水铁牛，就是寓意着呢以后不会再有这种
滔天的洪水来侵扰当地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石阶啊，台阶上啊，它有这个水位的一个标识，大家可以看到36、37、38，一直到顶是39米高的一个坡度，它的最高水位只能是39米。如果是高了，那就意味着踢破、家破人亡了，就会非常非常麻烦。当然，这个情况是不会发生的。看这个地方非常的安静。如果是再过2个月过来的话，这个水位呢就应该会涨到这个护栏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我的正前方这个位置了。现在来到了这个魁星楼，也就俗称的这个八角亭，也是清朝乾隆年间建的，也是有200-300年的历史。大家可以看得到上面啊，你看它上面的一个结构也是与众不同。待会儿我们用无人机飞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现在我们近距离先看看里面的一些周围的一个情况。看周边都是一些小商小贩，因为这个八角亭建在这个菜市中心这里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围着这个八角亭走一下看一看。你看这上面的格子很破旧，它这上面的那个油漆是好像是新刷过的。它这个角落都有搞了铃铛。你看这里有一座文保碑，这是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这个就叫魁星楼，但是当地人呢就叫它八角亭。看到它这个屋顶上面是搞了一个葫芦，目测的话应该有个10来米高啊。这个我们在平地上看，因为周边它是诚心用这个大理石啊，把它诚心围了起来，好像不让进去了。里面的结构估计是防止有一些人啊，可能是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，导致这里面或者造成一些破坏啊，可能不让人进去。看看是吧？你看前面有一个铁将军把门呢，不让进去啊。它这个门都是还是以前的，都没有改装。西山龙门玉骨颠，文人墨客流连返。莘莘学子前程往，魁星点斗胜状元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魁星楼呢，建于清乾隆59年，也就是公元1794年。距现在的话，大概是在230年左右。整个魁星楼的高度呢是15米，为3层3檐6方。这个魁星楼的顶部呢是3个球状琉璃的宝符楼，在这个宝符楼上面呢有雕刻2条龙，视为双龙戏珠。这个魁星楼呢，不但是保存了南方建筑的这个清秀风格，也是融合了北方建筑的一个庄重气质。魁星楼共分为3层，每层的话呢，它的雕刻美轮美奂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魁星楼呢，是经过了当地政府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修缮，但是整体里面的结构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动。魁星楼，它总共3层的话，每一层的那个屋檐的设计都是与众不同的。第1层的话，它的每个屋檐6个角都是用的龙；第2层用的是这个凤凰；第3层使用的是鲤鱼，也就意味着鲤鱼跳龙门。现在这个看到的每层建筑的话呢，就是很多部分已经是锈迹斑斑，还有一些藤片已经被氧化的非常严重了。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个魁星楼的话呢，已经是一座值得去参观的一个古老的建筑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拍摄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拍的视频的话，请多多关注与订阅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视频的结尾呢是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一些珍贵这些候鸟的一些介绍。
大家也可以不妨多了解一下。谢谢大家。